另一棟建築見證住全個英國近代史嘅起起落落。喺1940年咧，倫敦就被戰火洗禮，炸彈咧就直擊一座地標性嘅建築，將佢咧就燒成灰燼。一座咧曾經被譽為全世界最靚嘅百貨公司，喺二戰之後咧就逐漸走向平庸，變成一個最冇存在感嘅購物中心。不過到咗而家，佢憑住12億英鎊嘅重建計劃，華麗轉身，成為英國最矚目嘅豪宅之一 The Whiteley。今集咧，我哋就一齊探索下點解一座全球矚目嘅百貨公司會變成一個失樂園呢？喺呢100年入邊，呢一座建築係點樣經歷佢嘅身份變革？而家 The Whiteley 係唔係一個重振歷史地標嘅成功案例呢？定係佢係一個貴價炒樓盤呢？一齊揭開呢一座100年歷史背後嘅故事。大家好，我係 Gerald， 歡迎收睇添集。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同埋撳下面嘅鐘仔啦，就可以睇到更加多嘅倫敦豪宅。今日帶你探索嘅咧就係 The Whiteley 啦。要講呢一個全世界最靚嘅百貨公司，就要由佢個名開始講起啦。The Whiteley 嘅始創時間咧，正值英國工業革命嘅鼎盛時期。呢個時期咧，亦都代表住歐洲嘅技術進步，城市咧亦都促進大規模商品生產啦，同埋流通。啲人就開始知道咩叫做消費啦。咁啱咧，就有個人叫做 William Whiteley 啦。呢一個20幾歲嘅後生仔咧，原先就喺鄉下 York 嘅布料廠度打工嘅，跟住咧就去咗海德公園啦，參加咗一個博覽會。睇完之後咧就好有野心，咁話要開一間世界上最豪華嘅百貨公司。於是佢就拎咗10蚊英鎊喺倫敦咧就開展咗佢嘅創業夢啦。好順利咁樣咧，佢喺幾年之後就開咗佢人生嘅第一間細鋪頭，就賣紡織品。而呢間鋪頭咧就喺 Westbourne Grove 度啦，都算係Whiteley嘅雛形嚟㗎。而佢亦都明白當其時咧經濟起飛，啲人有錢就身痕，識得咩叫消費喎，咁梗係要揾地方使錢啦。所以咧就睇準咗時機，將呢一間細鋪頭發大嚟做，越開就越多分店。嗰陣咧 William 咧就好識做 marketing 嘅，採用咗呢一個叫做固定價格嘅銷售策略啦。即係話姨媽姑姐任何人都唔可以講價，而佢嘅標價咧往往都比市價低少少，去吸引啲人嚟幫襯，更加去四周圍咁講話佢鋪頭咧乜都有得賣㗎，又話自己係萬能嘅供應商，由一支針去到大笨象都可以供應到。曾經咧其實有個牧師咧就諗住玩下佢啦，結果當日下晝就真係收到隻大笨象。生意咁成功，就令到佢聲名大噪，鋪頭咧又開始賣埋菜啊、肉啊，甚至可能係東方嘅貨品。去到1877年，已經有成1000個員工跟佢揾食㗎啦。而呢一個時候 ，William 仲獲得 Queen Victoria 嘅皇家認證，係一項前所未有嘅成就。不過佢盤生意咧，其實咧都唔係一帆風順嘅。雖然當其時 William 嘅企業家夢咧就燒到冚冚聲，但另一邊廂佢旗下嘅鋪頭咧就真係都燒到冚冚聲。就係佢哋喺 Westbourne Grove 嘅鋪頭咧，成日都火燭嘅。William 咧喺崛起嘅時候咧，當其時已經惹嚟咗好多爭議㗎啦。曾經試過咧有民眾咧同商人喺佢嘅鋪頭出面咧遊行添，直至 William 嘅鋪頭咧乜都拎出嚟賣。咁所以有人就推測啦，可能因為佢樹大招風，所以咧就係咁俾人燒佢數簿。不過咧其實有更加多嘅根據咧，就係當其時維多利亞時期嘅建築其實係好容易發生火警嘅，而佢哋嘅鋪頭又係賣紡織品啊、木製品，咁自然燒得就仲旺。最勁嘅一次咧就係發生喺1877年，火燭燒晒 Westbourne Grove 成條街嘅鋪頭，被認為當其時倫敦最大規模嘅火災之一。去到1907年咧，佢就喺自己嘅辦公室俾一個聲稱係佢私生子嘅男人咧一槍就送咗佢去天堂。呢個時候咧，其實 Whiteley 咧都仲係未出現嘅。William 咧就留低咗一份心意啦，於是就由呢一班嘅股東去打骰，成全佢嘅夢想。卒之咧就喺1911年喺隔離街嘅 Queensway 開咗一間 The Whiteley 旗艦店，亦即係今時今日見到嘅呢一棟樓啊。
Queensway 咧以前咧係上流社會嘅聚居地嚟㗎，轉個彎咧就嚟到舊鋪 Westbourne Grove 啦，而且同 Kensington Palace 咧都只係隔幾條街，吸引咗好多嘅社會精英咧嚟呢度蒲嘅。而20世紀初呢一個日不落帝國，無論係工人階級定係中產，都識得追求更加好嘅生活質素，所以咧 The Whiteley 就唔淨只係賣下衫褲鞋襪咁簡單，佢仲有埋餐廳啦，頂層仲有一個高爾夫球場，符合晒啲人對現代生活嘅追求。不過咧點都有少少挫折㗎啦。1914年英國就迅速捲入一戰 ，The Whiteley 咧喺戰爭初期都算係頂一頂到，叫做捱得過一戰。不過二戰又點樣呢？二戰期間咧，倫敦好多地方咧都成為咗空襲嘅目標，而其中一個就係 The Whiteley 啦。不過呢一炸就唔單止淨係炸咗Whiteley呢一座建築物咁簡單，亦都摧毀咗佢呢一間百貨公司打後呢幾十年嘅命運。受到二戰嘅摧殘啦，再加上戰後嘅社會同經濟變化，消費者嘅模式咧，亦都隨住工業化同現代化咧而出現咗好大嘅改變，即係中產嘅呢一班人胃口已經同以前好唔同啦。再加上同時亦都出現咗好多更加強嘅競爭對手 ，The Whiteley 咧對大眾嚟講已經失去咗佢嘅吸引力。時間去到1981年，呢一間百貨公司終於迎嚟佢第一次嘅執笠。過咗幾年之後咧，佢就諗住嚟一個華麗嘅轉身，重新開返，就話自己咧係一個購物中心。當其時咧，呢一班英國人咧其實都已經覺得 The Whiteley 變咗做一般貨色，好明顯咧就唔 buy 啦，咪又係換湯唔換藥。要去百貨公司，咁不如去 Selfridges 啊 Harrods 仲好啦。咁 The Whiteley 咧從此之後就由呢個全世界最靚嘅百貨公司變咗做最平庸嘅購物中心，即係淪為一個屋邨嘅商場。The Whiteley 究竟仲有冇翻身嘅機會呢？呢一個問題似乎喺20世紀嘅後半段都一路困擾住佢哋。變咗做屋邨商場嘅呢個 The Whiteley 咧，平平淡淡咁跨過咗呢個千禧年。嚟到2018年咧，倫敦市政府咧就宣布將 The Whiteley 會進行一次全面嘅重建計劃，由全世界最知名嘅建築公司之一 Foster & Partners 主導，投資12億英鎊，目標咧就係將呢一個歷史建築轉型為一個全新嘅地標。計劃咧就包括咗139間嘅超級豪宅啦，邀請咗 Six Senses 呢個6星級嘅酒店同埋零售區，好明顯咧就係想嚟一個鹹魚翻身。但係呢一次 The Whiteley 係會再次成為地標啊，定係呢一個純粹係一場商業炒作呢？根據官方嘅數字咧，喺2023年咧，樓花嘅銷售額已經超過咗5億英鎊，賣出咗差唔多60%嘅單位，平均嘅售價咧係達到3600鎊一尺，比起 Bayswater 呢一區咧嘅市價高出咗118%，屬於破紀錄嘅價位。再加上佢嘅頂層5房嘅 penthouse， 淨係個露台已經超過4462尺，係倫敦現時最大嘅私人住宅露台，都叫做再破多項紀錄。不過 The Whiteley 嘅地理位置咧，就令到佢嘅投資回報咧多咗一個不穩定性。Bayswater 呢一區咧有一定嘅潛力㗎，近年嚟咧都重新有城市規劃啦，但係相比起倫敦其他高級地段咧，都明顯爭咗一截。就好似佢面向大街嘅風景，就係望住一啲超級市場啊、電話鋪同埋一整排嘅 council house， 想揾個公園仔望下都冇。而附近一帶嘅部分建築物咧，仍然都係需要翻新啦，成個氣氛就未夠高級，整體嘅環境啦同項目嘅定位咧係未完全一致嘅，再加上社區仍然未形成類似喺 Notting Hill 啊或者 Mayfair 咁獨特嘅氣氛，係好影響項目嘅吸引力。而佢咧亦都包括咗6星級酒店嘅服務啦，呢一個咧既係一個賣點，但係額外嘅管理費又點走得甩呢？話晒都係6星級嘅服務標準，住客咧仲可能要同酒店嘅客人咧去共享部分嘅設施，咁即係同街外人去 share 自己一個會所啦。呢一種安排就未必係個個都中意。加上英國近年嘅經濟咧受到脫歐嘅影響啦，全球利率上升，大環境嘅不穩定咧，可能會令到豪宅市場嘅需求咧受壓。同時咧 ，The Whiteley 面對嘅競爭對手咧都唔嘢少㗎，例如喺 Mayfair Belgravia 嘅新樓盤啦。Peninsula Residence 又或者係 No.1 Grosvenor Square， 甚至可能係佢街口嘅 Park Modern， 呢一啲社區嘅氣氛咧係更加和諧高級，而且又有類似嘅設施，地區定位又更加成熟，可能咧會搶走咗部分買家嘅注意力㗎。
The Whiteley 嘅100年旅程，經歷咗夢想、成功、挑戰、衰落，再到重生。無論咧係 William Whiteley 本人啦，定係 The Whiteley，都不斷咧去適應變化啦，同埋尋求商機嘅。跌倒唔代表結束，最緊要咧係點樣去重生。想知道更加多關於倫敦豪宅嘅資訊咧，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like 同埋分享呢一條片啦。我哋下次再見。